第20章拍卖。半个月晋升第4段斗之气，1个半月之后晋升第5段，这种无以伦比的修炼速度，即使是以前的萧炎，恐怕也唯有望尘莫及。虽说每升级1段斗之气，晋升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不过以现在的速度来看，萧炎想在1年内修炼至第7段斗之气，应该并不是一件太过困难的事。当然，在这前提之下，是必须有着充足的筑基灵液，否则还不等萧炎修炼至第7段斗之气，就将会在药老的挨打培训中重伤而亡。毕竟，若是没有筑基灵液的修复功效，仅凭现在萧炎的这副脆弱身子骨，除了会因为体内淤血凝聚过多而造成死亡之外，可没有第2条路可走。所以，眼下萧炎最需要做的，便是再次购买材料，然后炼制筑基灵液。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不过萧炎却是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他没多少钱了。坐在床榻之上，萧炎小脸满是苦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钱逼成这副模样，伸出手指一点点地盘算着上次购买材料所余剩的钱，还有900多枚金币，用这些钱再来购买上次那些等级的材料，明显已经不够。撑着下巴思量了片刻，萧炎眼珠转了转，忽然出声问道：老师，紫叶兰草或者西谷花能不能用年份低一些的呀？能吧，不过那样药力就弱了。我给你配置的筑基灵液可是按照最合适的搭配精心炼制的。戒指中传出药老的声音。眨了眨眼睛，萧炎轻笑道：没关系，这次就用最差的材料炼制吧。最差的？那效力可就差了。那样的话，你有可能需要半年才能突破下一段斗之气了。药老的声音中略带着些不满，想必此时他已经皱起了眉头。钱不够了，去找那小丫头吗？以她的背景，给你几万金币花花只是小事而已。再不行，找你父亲要，何必降低药力来耽搁自己的修炼？听着药老的建议，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你就当是我那无聊的自尊心在作祟吧，哪能3番2次的去找一女孩子借钱？我父亲也算了，我都躲他2个月了，而且万一找他要钱，他追根究底的询问，那岂不是会把老师您给泄露了出去？老师，这筑基灵液别人能配置吗？似是想起了什么，萧炎忽然皱眉询问道。嘿嘿，小家伙，斗气大陆之上，药材数不胜数，想要配置出不同效果的丹药，就必须从这无数种材料之中筛选出能够中和你需要炼制的魔晶之中狂暴能量的药材，这样才能成功炼制出你所需要的丹药。若是胡乱拼凑，炉毁丹损倒是小事，万一来个反噬，嘿嘿。说到此处，药老阴声笑了笑，这才接着道：这筑基灵液是我足足实验了好几年才凝练出来的药方，当然或许也能有其他人误打误撞地弄出这种药方，不过这几率实在太小。再有，在炼制的过程之中，3种材料的融合程度以及分量、火焰的浓度，这些都得需要无数次的实验以及超强的灵魂感知力才能把握。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每位炼药师都是需要老师手把手的教导？想要成为一名强大的炼药师，没有名师指点，基本上没可能。不然，光是那些实验药方就能花费你一辈子的时间。所以，整个斗气大陆我不敢说，不过这加玛帝国我却能打包票，应该没人能够炼制出与我相同的筑基灵液。说到此处，药老的话语中隐隐地透着一股自傲。有些震惊于这筑基灵液的复杂程度，萧炎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当初看药老炼制的时候，似乎察觉很简单，到的现在才知道炼制丹药远不止表面上所看见的这点皮毛。炼药师的世界果然浩瀚莫测，无怪会成为斗气大陆之上最高贵的职业。在震惊过后，萧炎心头有些欣喜，抿了抿嘴，轻笑道：老师，我并不是要用最差的筑基灵液来修炼，我是打算将之拿去拍卖会拍卖，现在手头不宽裕，等钱到手，我们再买更好的材料。反正炼制筑基灵液对您来说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怎样？这样吗？随你吧。炼药师拍卖自己的丹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且那筑基灵液也不过只是最低级的培养药物，卖了也无妨。略微沉默之后，药老无所谓的道：
听着黑老点头答应，萧炎嘿嘿一笑，收拾好东西，便是心急火燎地窜出了房间。由于此次并不需要太好的药材，所以萧炎只是随意的在药材店中挑选了年份最低的紫叶兰草和犀骨花。至于木属性魔晶，也是在经过几番排查后，买了一颗最便宜的青木属魔晶。买好所需的材料，萧炎寻了个客栈，躲在其中，让药老出手，将筑基灵液炼制了出来。此次的筑基灵液不仅药力较上次要差上许多，而就连那成色也是从晶莹剔透的翡翠色变成了斑驳的青绿之色。将这团足有萧炎半个拳头的筑基灵液收进先前买好的白玉小瓶之中，萧炎这才安心地舒了一口气。将玉瓶贴身放好，萧炎离开了客栈，健步如飞地对着乌坦城中最大的拍卖会行去。